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，跟大家分享紫薯芋泥馅的经典广式月饼。我们先来做转化糖浆。1粒柠檬切半，压出约60克的柠檬汁。800克的白糖，将柠檬汁和白糖一起倒入一个导热性好的不锈钢锅内，加入400克的室温水，先开中高火煮。在煮开前，可以用刮板轻轻的搅拌，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动作轻一些，避免溅到锅边儿。水开以后，马上转小火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搅拌。如果要搅拌的话，也要轻，而且要把溅到锅边的水都刮下来，这样避免糖浆煮好后结晶。大概要煮40到60分钟，直至糖浆变成琥珀色，温度达到118到120摄氏度，这样就可以关火了。烧凉后，将糖浆倒入玻璃罐中。刚刚煮好的转化糖浆还不是很粘稠，等冷凉以后会变得更加粘稠，而且刚煮好的转化糖浆还有一些气泡，放置第2天气泡就会消失，糖浆变得粘稠了，而且颜色更加晶莹剔透。煮好的转化糖浆可以放置1年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做月饼了。饼皮需要转化糖浆160克，碱水3小勺。将碱水和转化糖浆拌在一起，加入1/4勺的盐，再加入60克的玉米油或者是葡萄籽油，用刮板将其搅拌均匀。搅拌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气泡，这是转化糖浆和碱水在一起综合出现的正常现象。可以持续搅拌1-2分钟，让气泡渐渐消失，然后加入320克的低筋面粉。拌匀，将其揉成团。这个时候的面团很粘手，最好是戴上手套操作。揉成团后就盖上保鲜膜，静置30分钟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准备内馅儿，芋头和紫薯要提前1天蒸好、炒好，再用料理机打成泥。做广式月饼的内馅儿一定要打成非常细腻的芋头紫薯泥，而且糖分也一定要放足，这样回油效果好，也可以保存更久一点。将馅料搓成24个小圆球待用。准备12个咸蛋黄，上面喷一点酒。预热烤箱330华氏度，烤8分钟。取一份芋泥紫薯馅儿，中间用拇指按一下，包入半个咸蛋黄，再用手搓成圆球。这样包好的内馅重约50克。将静置好的月饼皮揉成长条，均匀地分成24等份，把每一份都滚圆，每一份大约22克左右。取一份，用手掌压扁，可以借助刮板或者擀面杖轻轻擀一下。需要压太薄，因为包的时候还可以调整，只需能够包入内馅即可。然后包入一份馅料，包的时候从中间往2边推。月饼皮非常的柔软，可以调整厚度，很容易就收口。封好口后滚圆。蘸一些玉米淀粉，然后用月饼模具压出形状来。我用的是75克的月饼模具。压的时候要稍稍用力一些，这样每个角落图案都很清晰。选择圆形、方形的模具都可以。方形的模具压的时候，更是要4角都用力均匀。
压好后扫去上面的浮粉，摆入烤盘中。烤箱先预热400华氏度，先在月饼上喷一些水，然后再送入烤箱。烤5分钟后取出，将一个蛋黄打散，加一点牛奶，毛刷上轻轻地蘸一点点的蛋液，在月饼上面轻轻地刷一层蛋液。第一次刷蛋液一定要轻，而且刷得很少，这样才能保证图案的清晰。将烤箱调低到320华氏度，再烤5分钟，然后取出后再刷一层蛋液。这时候不必像第一次刷的那么轻，但也避免过多。记得要在月饼的侧面也刷一下，以保证成品颜色的均匀。再放回烤箱烤8到10分钟，颜色过淡，可以用上火烤制档再烤1分钟。自己做的月饼是不是不比买的差？每一个的花纹还都很清晰，圆的、方的都很漂亮。做好的月饼密封保存，2、3天后回油，颜色更漂亮。当然，如果等不及，马上吃也是可以。第2天切开一个看一下，层次分明。自己做的内馅儿非常的饱满，芋泥紫薯馅儿有着浓郁的香味儿，而且也不是很甜。再配着精心挑选的咸蛋黄，品一口满口留香，而且饼皮回油后软糯适中，比外面买的更美味更健康。用自己做的月饼作为中秋节礼物送给朋友也是非常的不错。伴着这样精美的月饼在中秋之夜赏月，是不是很满足？感谢您的收看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